我知咧，呢幾日咧，大家心情都係麻麻噶啦。臨過年之前咧，個倉咁紅嘅，紅得嚟咧，仲要同一兩年前差唔多喎，啲位置，即係好似咧，呢一兩年嚟好似冇投資過咁喎。有啲人講都明白嘅，好多股票咧都大跌啦，10幾、20幾、30幾、40幾，甚至50幾以上嘅 percentage 都有。咁我收到唔同嘅message 啦，都問我應該點做啊？好驚啊，或者心情好差啊，臨過年先咁啊，冇錢過年，都見到唔少呢啲 message 嘅。咁今日咧就特別咧準備呢條片啦，就教翻大家咧有5件事，其實喺大跌時咧我哋可以做到。好，喺我開始之前咧，記得 click 翻我 like 啦，同埋訂閱啦。另外，如果你想支持咧 Ring is Here 嘅平台咧，你可以 click 翻下面嘅開戶連結啦，有英國註冊嘅 CXIO 啦，亦都有免手續費嘅 First Trade 啦，同埋買晒全世界股票嘅平台 Sesso。咁呢度都要提一提大家啦，呢段影片上面嘅資料咧都係全部我自己做嘅 research 啦，咁然後咧就製作成影片同大家分享嘅，就唔係咧一個咧對你嘅證券買入同埋賣出嘅建議。投資有風險啦，記得喺投資之前咧自己要做多啲功課啦。好，第一個喺跌市可以做到嘅嘢咧就係對沖同埋避險啦。咁喺度咧就會講一講有啲對沖嘅工具。第一個工具咧就係買 COBE 芝加哥期權交易所上面上市嘅 VIX 啦，買佢嘅 call option 即係睇升嘅期權。VIX 指數咧係用嚟衡量咧標普500 S&P 500股票指數期權價嘅波動性。咁市場咧喺呢個崩潰之前咧，通常呢個 VIX 咧都會變得非常之波動。Call option 咧就係一個睇升期權咧，通常就係同呢個 VIX 嘅指數咧係一齊上漲嘅。其實咧呢度簡單少少講一講期權啦。咁睇升嘅我哋就叫 call。睇跌咧就叫 put， 咁兩種嘅工具咧喺 VIX 上面都有。咁睇升嘅 call option 咧就係對沖市場咧突然之間下跌對你組合嘅影響，而 put option 咧即係睇跌嘅期權啦，即係對沖翻反方向標普 S&P 500指數咧嘅快速反彈上升。咁如果買 VIX 嘅 call option 咧有啲乜嘢缺點咧？呢度咧係好考技巧，你哋點樣去選擇一個適當嘅行使價同埋到期日嘅。如果你哋到期嘅時候呢個價格冇超過你個行使價，即係 strike price 咧，你作為呢個期權嘅持有者咧，就會損失金錢啦。不過做 call option 咧嘅損失其實係有上限嘅，咁會 cap 咗係咧你個 initial 嘅 investment 上面啦，即係你嘅初始投資嘅金額上面。不過因為你要選擇合適嘅 strike price 同埋呢個到期日啦，咁所以咧係非常之考 traders 同埋投資者嘅眼光嘅，佢哋要有一個好精準嘅預估，推測到咧股市喺未來嘅波動同埋走勢。如果咧你自己對行使價同埋到期日咧嘅掌握唔好嘅話咧，就算你買啱咗個方向，亦都可能會損失金錢啦。另外第二種嘅對沖方法咧就係買入 iPath S&P 500 VIX Future ETN， 咁咧佢嘅代號就係 VXX。咁 VXX 咧其實係對沖股市波動裡面咧呢個成個領域裡面啊，算係規模最大啦，同埋流動性較強嘅 ETN 嚟㗎啦。咁就係睇佢 year to date 啦，其實 VXX 咧已經上升咗31.25% 㗎啦。咁但係買 VXX 有咩缺點咧？佢係存在一個性能嘅問題，因為咧呢一隻 VXX 咧係一個交易所交易票據 ETN， 即係 Exchange Traded Note， 就唔係 ETF。而 ETN 最大嘅風險咧，係因為 ETN 成個市場啊，仲係未非常之好健全，同埋個參與率係偏低嘅，所以咧就會存在呢個流動性嘅風險啦，即是成交量過低。咁 ETN 嘅買家咧可能唔夠多，如果咧 ETN 嘅投資者想出售佢手頭上嘅 ETN 咧，佢哋就會面對呢個流動性嘅風險啦。咁有啲買家因為佢想買 ETN 咧，佢哋可能要支付一個 premium 嘅日價咧先可以買到。咁其實 VXX 同埋 VIX 咧 call option 都係一樣，佢哋係基於咧 VIX 嘅期貨。嗱，因為係期貨啦，所以佢嘅走勢咧係唔一定係跟足市場嘅，呢度要提一提大家啦。咁 VXX 咧可以同 S&P 500嘅指數咧係同方向咁樣移動嘅，因為係買緊期貨。雖然你係睇跌買 VXX， 但係亦都好多人咧會睇升，喺將來較長期嘅動向嚟講，所以咧。就算你以為你買 XX 係睇跌啦，但係咧你都要有心理準備咧，佢同你預期咧係走相反方向。好，第二種嘅工具咧就係黃金啦。
咁我喺唔同嘅影片咧，亦都有介紹過啦。咁我一直咧都有保留黃金係作為我 portfolio 裏面嘅一部分。咁我早喺幾個月之前咧睇到黃金跌至低位嘅時候咧，當時我喺 Patreon 咧就分享咗幾次噶啦。當時我有提佢哋咧要趁低買入黃金咧去應對呢個黑天鵝嘅事件。咁當時個價格係1700左右啦。咁最近呢2星期咧，我喺高位咧分段咧已經放出咗部分嘅黃金，咁對沖咗咧喺股票市場同埋呢 Bitcoin 市場上面咧對我嘅倉下跌造成嘅帳面損失啦。咁呢2個星期嘅高位咧，黃金係升到1850蚊左右嘅。咁我都好明白嘅，好多人咧會覺得投資黃金係比較老土啦。但係咧，黃金係喺幾十年以嚟都一直有一個對沖價值喺度嘅，因為佢咧係冇一個信用嘅風險，亦都冇一個違約嘅風險，所以咧係資金避風港嘅首選。黃金咧亦都係同經濟咧係可以做一個對比嘅，亦都可以做一個對沖。所以咧，黃金係對沖經濟下滑嘅重要工具之一。不過咧，買黃金都有缺點嘅。通常咧喺利率跌嘅時候咧，黃金嘅價格會上升；而利率上升嘅時候咧，黃金嘅價格就會下降。因為咧黃金嘅價格係對美金嘅，喺加息嘅時期咧，美元咧係會走強，所以咧對黃金係造成一個壓力。而同一時間咧，因為利率上升，資金咧就會流到去債市或者其他嘅市場上面，令好多投資者咧喺加息嘅週期裏面咧覺得黃金係欠缺吸引力嘅。不過我自己之前咧亦都喺 Patreon 咧上面同佢哋分享過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啦。其實咧黃金嘅上升或者下跌嘅因素咧好多，唔係淨係單單睇咧佢嗰個加息週期啦，定係減息週期嘅。最常見嘅因素咧，譬如第一啦，就係呢個戰爭政局不穩嘅時候啦。咁例如咧最近嘅烏克蘭嘅局勢唔穩定啦，咁亦都咧係會造成咧市場對呢個資金避風港嘅個需求。咁咧資金會流入金市。另外咧就係市場上面嘅實際需求啦。中國同埋印度呢2個國家咧都係全球最大啦，對黃金係有一個實際需求嘅市場嚟嘅。咁當呢2個國家嘅經濟做好嘅時候咧，佢哋相對嚟講咧，啲人咧都會比較活躍去買黃金嘅。咁第三啦，就係全球嘅經濟因素啦。咁喺經濟唔確定嘅時間，譬如經濟衰退嘅時候咧，因為黃金有一個持久嘅價值啦，咁投資者咧亦都會轉向投資黃金。咁所以咧，其實買黃金咧唔係一個好容易可以斷定到佢嘅短時間上升定係下跌嘅趨勢嘅。咁投資黃金係唔係一個容易嘅操作啦？而正正我哋依家咧係踏入緊呢個加息嘅週期，所以咧我自己雖然係有保留黃金喺我 portfolio， 但係咧其實我係唔期望黃金係一個好強嘅走勢，尤其是喺2022年。但係咧，如果對我嚟講，因為係應對黑天鵝嘅事件去發生嘅時候做一個對沖啦，所以咧每逢咧黃金跌嘅時候咧，我就會趁低吸納一啲，保持翻喺我自己倉做一個平衡。而操作上面咧，你亦都要做 rebalancing 啦。你唔好諗住咧買完黃金可以長期永久咁樣持有，唔買又唔賣，因為咧。如果你係用嚟做對沖嘅時候，喺股市下跌、黃金上升嘅時候咧，就係你 rebalancing 嘅好機會啦。亦都係我過去咧1至2個星期以嚟咧，我做緊嘅動作。咁因為操作上面咧都考功夫㗎，所以咧做黃金嘅投資咧，亦都要小心謹慎。投資者係必須要多做啲功課去研究成個市場嘅。咁第3個工具咧。我會介紹就係買一啲 beta 較細嘅股票啦。beta 咧其實係比較緊股票或者一啲股票基金嘅價格，相對於整體市場嘅波動性嘅指標。係咪聽落去好似好難明？唔緊要，我慢慢再講咧。睇埋啲圖，你哋就會明㗎啦。咁 beta 嘅數值咧越大，即係代表呢隻股票嘅價格相比起大市嘅波幅咧係走反方向，即係個波動性越大啦。咁如果 beta 係細嘅話咧，即係指呢隻股票嘅價格比起大市嘅整體波幅咧係細。咁如果 beta 係負數嘅話咧，即係代表呢隻股票已經脫離咗大市嘅波幅。美國股市嘅 beta 咧係用 S&P 500指數去衡量嘅，而 S&P 500指數咧即係指美國最大嘅500家公司作為準則去衡量呢個 beta 嘅波幅，所以亦都係我哋叫嘅大盤指數啦。而正常嘅大盤指數嘅 beta 咧嘅數值應該係1。好，你依家咧睇到咧圖表正常大盤 beta 嘅走勢咧應該係咁樣。比較平穩嘅。而第2咧就係公司 A 啦。
你可以見到佢嘅走勢喺高低起伏比較大啦，上落較急。而最後一個例子咧就係公司 B 啦，你可以見到佢嘅走勢咧高低起伏比較少，而且咧升幅係比較緩慢嘅。好啦，你學完 beta 係乜嘢咧？你依家應該會想知道點樣去運用呢個 beta 嘅數值咧？其實利用 beta 咧係可以幫助你喺唔同嘅市況之下咧揀一隻合適嘅股票嘅。一般而言咧，投資者會將佢手頭上嘅 beta 指數較高嘅公司咧喺跌市或者波幅較大嘅市場中咧放出，然後咧將呢啲資金咧去買入 beta 指數較低嘅公司嘅股票。beta 指數較低嘅股票咧嘅穩定性相對嚟講係較高啦，所以咧係比較容易掌握市場嘅走勢。你亦都可以利用呢個 beta 嘅指數咧，揾一啲合適自己嘅股票咧，去尋求一個較大嘅利潤或者係減少損失，即係話咧管理風險啦。點樣去減低風險呢？因為你可以將你大部分嘅股票轉到去波幅較細嘅股票上面。好，依家咧我都會俾你睇咧一個例子啦。P&G 依家嘅 beta 係做緊0.45，即係話佢個波幅咧唔算太大，同大盤指數相比咧，其實佢嘅走勢係較慢嘅。咁而同時咧，你可以對比下 Block 即係 Square 啦，佢嘅 beta 係2.29，即係表示佢嘅波幅咧比大盤嘅指數咧係更大，走勢咧係非常之急。咁值得注意嘅咧，其實 Block 咧因為依家係持有緊大量嘅比特幣啊，咁而因為近期比特幣咧亦都係有一個向下嘅走勢啦，所以亦都係間接咧導致 Block 咧佢嘅股價跟隨比特幣去下跌嘅。咁你都可以睇到啦，巴郡咧佢嘅 beta 係0.91，即係代表咧巴郡呢隻股票佢依家嘅走勢咧同大盤咧係較為相似，因為佢數值咧係最接近1，但係佢嘅波幅咧仍然係較大盤少，所以咧巴郡咧喺大跌市嚟講咧就相對嚟講係一個比較安全嘅股票啦。當然啦，beta 指數咧就唔係冇缺點嘅，佢最大嘅缺點咧就係喺大盤真係崩盤嘅時候咧，即使咧係 beta 細嘅股票，雖然佢嘅波幅係穩定，但係亦都有機會咧係跟隨大市下跌嘅。beta 嘅數字咧係利用呢隻股票過往嘅歷史數字去計算嘅，所以咧過去嘅歷史數字就唔等於咧佢喺未來咧係升或者跌嘅指標，所以咧呢度都要留意啦。好，去到第4個方法啦，我要教一教你哋點樣去運用一個正確嘅心態。喺股票市場上面咧，最重要嘅一件事，亦都係咧可以令到你避免蝕錢嘅最簡單嘅方法咧，就係除非你賣出呢啲股票，否則咧你要知道其實你係唔會蝕錢嘅。你見到嘅數字只不過係帳面上面嘅數字。當然啦，有部分嘅投資者咧會選擇喺崩盤嘅時候咧恐慌性咁樣離場。就正如咧巴菲特咁講啦。呢個股票市場咧，其實係一個轉換金錢嘅一個 device， 即係個工具啦。佢將呢啲錢咧，由冇耐性嘅人轉到去一個有耐性嘅人手上。而巴菲特嘅意思就係話咧，所謂 impatient 嘅人啊，其實即係等於冇準備嘅人。呢啲人咧，通常都係咧投放咗過多嘅注碼喺一啲細小同埋成長中嘅公司上面。而呢啲公司咧，通常喺崩盤嘅時候咧，都係喺 Wall Street 上面被拋售嘅一群。佢意思話咧，如果你 over invest 過多嘅資金投資喺小型嘅公司上面咧，通常呢個原因咧都係由你貪心引起嘅。因為咧，你想以小博大，賺多啲錢。其實咧，呢度你可以睇到 S&P 500指數1個月同埋5年嘅走勢嘅分別。呢度你都可以睇到Dow Jones道瓊斯指數咧，佢1個月嘅圖同埋5年嘅走勢圖。最後一張圖咧，你會見到 Nasdaq 嘅1個月嘅圖同埋5年嘅走勢圖。佢哋嘅共通點咧，都係短期走勢咧，佢嘅波動雖然好大跌，但係長期而言咧，佢嘅走勢全部都係向上嘅。喺度咧，我都想俾你哋睇一睇3個重要嘅數據。第一就係過去100年以嚟咧，股票嘅市值大約咧每8年咧就翻1倍。如果你50年前咧投資喺標普 S&P 500指數嘅1蚊，其實咧就等於今日嘅價值超過100蚊美金。嗱，我呢度指咧就唔係話叫你每一次投資要等50年咁耐，呢度係指咧複息嘅效應同埋佢嘅威力。仲有通脹嘅問題。如果你單將啲錢咧擺喺銀行，好似睇落去好安全，但係計咗通脹同埋你損失嘅複息效應咧，你嘅資產咧其實喺度貶值。所以無論任何時候咧，你都唔好停止投資。第三就係喺歷史上面咧，我哋冇見過標普 S&P 500指數咧喺一個5年期嘅回報裡面咧係負數嘅，即係話咧每一次5年期嘅投資咧都係正數嘅。呢度我想話俾你哋聽。
即使咧呢個股價係暴跌，只要你繼續持有你手頭上嘅股票，喺技術上嘅層面嚟講咧，你係冇損失任何嘢嘅。而最終咧，市場將會復甦啦。所以咧，咁多年嚟咧，我只係做長線投資，亦都有教過你哋點樣分辨咧 trading 同埋 investing 啦。trading 咧係少於3年交易期。Investing 咧係5年以上，唔少於3年嘅投資年期。喺幾十年以嚟咧，股市係經歷咗數十次嘅崩盤同埋調整，但係咧每一次最終咧都會反彈嘅。雖然咧有陣時係要幾個月嘅時間，甚至係幾年嘅時間去反彈，但係咧經濟最終咧係依然會恢復復甦。通過去繼續持有你手上咧優質嘅股票，你可以咧安然咁樣度過呢個風暴，靜待咧呢個股價反彈。所以咧我自己都提咗你哋好多次噶啦，千祈唔好喺崩盤嘅時候咧恐慌式拋售。就算你真係打算離場，你亦都可以分住離場。千祈唔好喺好驚嘅時候咧一次過將自己嘅股票咧全部賣晒。當然啦，你要確定你自己組合裡面咧係含有大量嘅優質股票，係值得你自己去長期持有嘅股票。而呢啲優質嘅股票咧，基本面咧通常係穩固嘅，所以咧通常都會喺市場波動裏面咧幸存落嚟嘅。所以如果你組合裡面大部分都係一啲強大又健康嘅公司股票，只係有少量嘅投機增長型嘅股票咧，即使係喺最嚴重嘅市場嘅崩盤裏面咧，你嘅組合嘅傷害性應該都唔會太大嘅。所以今日開始咧，你要重新仔細咁樣檢查下你自己成個 portfolio 裏面係咪大部分咧都係一個可靠嘅長期投資嘅組合，而且咧你亦都有準備好喺波動嘅情況之下，你仍然有足夠嘅資本咧去持有你嘅股票。乜嘢係資本咧？我成日都喺我影片咧都有提㗎啦，係 emergency fund， 即係話咧你有6個月嘅生活費作為你嘅儲備金之後咧，你先用額外嘅錢咧去投資。所以咧，無論市場發生咩事嘅時候咧，你都唔會恐慌，因為咧你嘅正常生活係不受影響。最後另一個我哋要調整嘅心態咧，就係要分析你當初嘅選擇啦，包括你嘅投資策略同埋你嘅投資目標。其實我非常之明白啦，如果你喺幾個鐘頭或者幾個星期裏面咧，你嘅利潤咧大減，甚至係蝕錢咧，你可能會非常之恐慌同埋失落嘅。而你首先要做嘅咧，就係利用呢段時間去了解邊一啲投資係值得你去保留，邊一啲投資咧係應該要減少。然後再評估翻自己嘅長期目標，你嘅投資係為咗乜嘢目標？重新思考你嘅年回報嘅目標同埋你嘅投資年期，呢個係好緊要。因為如果你連自己係 trading 同埋 investing 都未分清嘅話咧，你根本係成個股票市場嘅操作咧都係錯誤嘅。第一步就係咧理清自己思路啦。好多人咧其實對自己嘅入場同埋離場咧係冇計劃嘅，所以咧呢幾日嘅跌市對我嚟講咧，反而係對新手嘅一個重整自己計劃同埋反省自己嘅機會嚟嘅。要唔要去改過咧？同埋你未來你個策略又係點咧？另外你都要問自己一啲問題啦。如果再多一次機會，你會唔會採取唔同嘅行動，做唔同嘅操作咧？如果你做咗唔同嘅操作，會唔會係可以減少某部分嘅損失咧？可能你自問自答之後咧，你就會發覺自己有所得着噶啦。好啦，嚟緊咧就係過農曆新年啦，咁都希望咧你哋新一年有一個新開始，一個新進步。最緊要咧係身體健康，開開心心。如果你中意呢段片咧，記得 click 翻個 like、留言、share 同埋訂閱啦。下次再見，拜拜。